如果有一天人类文明突然消失了，不是核战争，不是陨石撞击，也不是人工智能失控，而是像删除一行代码一样，被某个更高等级的文明轻轻关掉，没有爆炸，没有警告，没有挣扎，整个地球瞬间恢复成一颗普通的行星，高楼慢慢风化倒塌，地铁隧道被地下水吞没，森林重新覆盖城市，野生动物回到曾经消失的栖息地，卫星在几十年内逐渐坠入大气层，烧成流星，互联网变成一片沉默的废墟。也许几百万年后，外星文明路过地球，只会看到一层奇怪的金属沉积层，却完全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文明。或许在那个更高文明的数据库里，人类只是一行被清理掉的冗余数据，甚至不值得留下备份。就像你删除手机里一个很久不用的 APP， 你不会为它哀悼，也不会为它写墓志铭。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在宇宙文明的等级体系里，我们到底算什么？是一粒尘埃，一个失败的实验，还是某个超级文明随手种下的一棵树苗？如果你能看到最后，也许你对上帝、命运、人类未来的理解都会被彻底改写。现在的我们其实仍然生活在借钱过日子的阶段，石油、煤炭、天然气、核裂变、水电、风能、太阳能，这些构成了人类全部的能源体系，但本质上我们只是不断从地球身上挖肉。这些能源几乎全部来自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地球积累。我们今天烧的煤是远古森林的遗体，我们用的石油是史前海洋生物的尸体，我们用的天然气是地球历史的压缩存款。就像一个人刷爆信用卡维持生活，看起来风光，其实随时可能破产。现在全球每年消耗的能量相当于每天引爆几十万颗广岛原子弹。你手机充一次电用掉的能量其实来自几亿年前的阳光。我们不是在用新能源，我们是在提前透支地球的遗产。根据科学家提出的考尔达肖夫指数，人类文明目前大约处在 0.72 到 0.75 级之间，连真正的行星文明都算不上。这个指数衡量的不是科技水平，而是你能控制多少能量。0级文明只能利用本星球的一小部分能量，1级文明能掌控整个行星，2级文明掌控恒星，3级文明掌控整个星系。而我们现在连1级的门槛都没摸到。最直观的证据就是我们连天气都控制不了。一场超级台风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一轮极端高温可以让电网瘫痪，农作物绝收，一场持续干旱就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2023年到2025年，全球极端气候频率持续刷新纪录，欧洲高温破纪录，亚洲洪水成常态，美洲野火失控，南极冰盖加速崩塌。科学家已经多次警告，人类正在逼近气候系统的临界点，一旦越过这个点，气候将进入不可逆状态。换句话说，我们甚至连母星的操作说明书都还没读懂，却已经开始疯狂乱按按钮。当文明真正迈入1级，也就是完整的行星级文明时，事情才会发生真正的质变。他们不再只是被动适应自然，而是开始管理自然。整个星球变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系统，地热、潮汐、大气环流、海洋洋流、板块运动、太阳辐射，全都被纳入统一调控网络。超级量子计算机实时模拟未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变化趋势，任何异常都会被提前修正。如果有小冰期出现趋势，他们会主动加热基地；如果全球变暖失控，他们会调节太阳辐射；如果超级火山即将喷发，他们会提前释放地下压力；如果断层积累过多应力，他们会人为诱导小规模释放。对他们来说，地球就像一个运行中的生态服务器，而文明是系统管理员。现在的人类其实已经在偷偷尝试这种能力，比如向平流层喷洒气溶胶反射阳光的太阳遮挡计划，比如人工制造降雨的云播种技术，比如用卫星监测全球碳循环，比如用 AI 预测气候模型。这些看似疯狂的实验
其实正是1级文明的原始雏形版本。问题是，人类真的掌控了气候，我们会变得更理性，还是更贪婪？当你能决定一片大陆下不下雨，你会不会用它当武器？继续向上，当文明跨入2级，也就是恒星级阶段，它们的能源来源将发生彻底改变，不再依赖行星，而是直接插在太阳上。理论中的戴森群、戴森环，本质上就是给恒星套上一层超级发电系统，不是一个壳，而是成千上万颗轨道发电站围绕恒星运转。你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人类就像用蜡烛照明，1级文明用大发电厂，2级文明直接把整个太阳变成插座。一颗普通恒星1秒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人类几百万年的总用电量。只要能截取其中1/1000，就足够支撑一个文明永恒运转。NASA 和 SETI 研究所已经在尝试寻找异常红外辐射，因为如果某个文明在建戴森结构，恒星的热分布一定会异常。2015年发现的塔比星异常变暗事件，曾引发全球科学界震动，一度被怀疑可能是外星工程。虽然最终被解释为尘埃云，但这说明人类已经开始认真寻找宇宙里的超级电场。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用望远镜偷偷窥探宇宙中是否存在比我们高级几个等级的邻居。如果哪天真的发现一个稳定异常信号，你觉得人类会兴奋还是恐慌？我们会欢迎他们，还是立刻开始备战？但当文明开始扩张到整个星系时，真正的难题才出现。银河系直径大约10万光年，包含数千亿颗恒星，像一张铺满宇宙的巨大光网。哪怕你用接近光速飞行，从一头飞到另一头，也需要10万年。10万年对一个文明来说，已经足够经历无数次王朝更替、科技革命和社会崩塌。也就是说，即使你拥有接近光速的飞船，跨星系旅行在现实中仍然像徒步穿越整个大陆一样困难。空间距离本身就成了一道几乎无法跨越的墙。理论物理中的虫洞听起来像宇宙传送门，可以把2个遥远区域直接连接起来，但现实中的虫洞极不稳定，量子涨落会让它们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裂。要稳定虫洞，必须使用所谓的负能量或奇异物质，而这种物质至今只存在于数学模型中。即使未来发现可控方式，维持一个稳定虫洞所需的能量，也可能相当于一颗恒星的全部输出。所以，即使是3级文明，依然受制于宇宙的基本法则。大量推测认为，很多文明可能正是在这个阶段灭亡的。扩张速度超过治理能力，资源分配失衡，政治体系崩溃，内部战争不断，最终自我毁灭。就像历史上的帝国一样，扩张的越快，崩塌的越狠。只不过这一次毁灭的是整个星际文明。你可以想象，一个横跨几万个恒星系统的帝国，一旦失控，会比任何地球战争都恐怖无数倍。你觉得，如果人类有一天能横跨银河，会先去探索未知，还是先为权力开战？于是，少数幸存的文明开始意识到，仅靠扩张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们必须寻找更极端、更高效的能源来源。他们不再满足于恒星，而是盯上了宇宙中最恐怖的能量源——中子星、超新星和黑洞。中子星是恒星死亡后留下的残骸，直径只有10几公里，却拥有超过太阳质量的物质密度。1立方厘米的中子星物质重量可能超过10亿吨。一个茶杯大小的中子星物质理论上可以压垮整个珠穆朗玛峰。超新星爆炸是恒星生命终结时的怒吼，短短几秒钟释放的能量超过太阳数十亿年的总输出。黑洞则是时空本身的坍塌点，连光都无法逃脱。现在的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快速射电暴、引力波合并事件、黑洞喷流、伽马射线暴，这些都是宇宙中最极端的能量现象。对人类来说，这是灾难级事件；对4级文明来说，这只是能源矿场。
他们用黑洞扭曲时空，用中子星制造引力引擎，用超新星作为能量中继站。宇宙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危险空间，而是一张巨大的能源地图。他们甚至能够制造人工黑洞，用作动力核心和时空操纵器。一次远距离跃迁消耗的能量可能等于一颗恒星的全部寿命，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交通费。当文明扩展到整个可观测宇宙时，他们终于来到边界，却发现没有边界。宇宙可能是有限但无边的，就像地球表面，你永远走不到尽头。你一直前进，最终会回到起点。无论你飞多远，都逃不出这个系统。这对任何文明来说都是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你以为突破了极限，却发现自己仍在盒子里。很多文明在这里停滞，有的选择发动终极战争，有的疯狂扩张，有的主动毁灭自己，还有的选择集体沉睡。只有极少数意识到突破方向不在空间，而在维度。于是他们开始研究时间、意识和现实本身。进入5级文明后，意识开始和科技彻底融合。生物大脑不再是智慧载体，而只是一个过渡版本。所有智慧体被上传进一个超级量子网络，向整个宇宙的云端大脑，记忆、经验、情感、知识全部共享。你一出生就拥有亿万文明积累的智慧。对他们来说，学习不再需要时间，成长不再需要失败。现在的人类已经开始触碰这个领域。脑机接口、神经芯片、记忆增强、AI 辅助决策都是原始形态。 Neuralink 让瘫痪患者用意念打字，这在几十年前几乎是科幻。而在5级文明中，肉体只是可选外设，它们可以压缩恒星，制造微型中子星，重组基本粒子，直接合成元素。黄金、铂金、稀有矿物不再稀缺，超新星不再偶然发生，而是被精密安排的物质工厂。他们掌控黑洞工程和反物质引擎，反物质与正物质湮灭时100%转化为能量，是目前已知效率最高的能源形式。一克反物质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飞船不靠推进，而是操纵空间本身前进。战争在这个阶段几乎消失，因为任何冲突都可以在虚拟空间解决，任何资源都可以人工合成，任何损失都可以备份恢复。更重要的是，生命本身变成了工程项目。他们可以设计行星生态系统，调整大气成分，控制海洋盐度，投放生命种子，精密培育文明。整个宇宙变成实验田。有些理论甚至认为，人类历史中的宗教、先知、思想巨人、文明转折点人物，可能正是更高文明的干预节点，用于引导低级文明的精神进化。当然，这无法证实，但从概率角度来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人生可能正在被观察，你会活得更认真，还是更绝望？进入后期，他们开始利用类星体。类星体是由超大质量黑洞吞噬物质产生的超级能量源，亮度可超过整个星系。对我们来说，这是宇宙怪物；对他们来说，这是大发电站。时间在这个阶段变得模糊，高速航行导致时间膨胀，让他们可以看到未来趋势，却无法逆转因果。就像站在山顶俯瞰河流，你知道它流向哪里，却无法改变方向。当文明达到6级，他们进入多维与平行宇宙层面。量子多世界理论认为，每一次量子选择都会产生分支宇宙。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叠加态。6级文明掌控这些分支，暗物质成为结构支架，暗能量成为跨维引擎。它们可以打开通往其他宇宙的通道，适应不同物理规则，生命形态彻底解放。它们可以在物质、能量、信息之间自由切换，可以附身低级文明个体体验普通人生，可以重启失败文明，反复实验社会模型。文明进化开始变成一门精密科学，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逃脱终极结局——热寂。
所有能量最终趋于均匀，所有结构走向消失，所有信息归于沉寂。这是物理学的终极宿命，连6级文明也无法逃脱。最终，当文明达到7级，它们不再是文明，而是存在本身。所有意识合一，成为统一整体，没有个体，没有分歧，没有死亡。他们制定物理法则，设计基本常数，点燃宇宙大爆炸，生成时间箭头。每一个宇宙都是一次工程项目。他们不是神，他们是制造神的存在。对低等级文明来说，他们不可理解，不可描述，不可想象。任何试图理解他们的努力，都像蚂蚁试图理解互联网。从0级的人类到7级的创世者，每一次跃迁都是认知维度的爆炸。而现在的我们正站在最低几级的边缘。我们刚刚学会利用原子，刚刚开始理解基因，刚刚意识到气候危机，刚刚意识到宇宙浩瀚。也许有一天，人类会走到恒星级、星系级，甚至更远。也许我们会在半路灭亡，像无数消失的文明一样，被宇宙默默删除。没人知道答案。所以问题来了，如果你突然发现人类只是某个高等文明实验里的一个阶段，你会选择拼命进化，还是安心活在当下？如果未来真的存在5级、6级甚至7级文明，你希望我们被他们发现，还是永远隐藏？如果整个宇宙都有终点，那么努力还有意义吗？也许文明的意义从来不是到达终点，而是在走向终点的路上尽可能照亮黑暗。这个答案正在由现在的我们一点一点写下。如果你也被这些问题触动，想和我一起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记得点赞并订阅小哥睡前科普，在评论里分享你的想法。每一次讨论都是我们认知维度的又一次跃迁。最后提前祝大家新春愉快，我们改天见了。